重生回到极热末日前3天，继妹第一时间抢走了那块曾让我活得风生水起的制冷玉佩。上一世极热末世降临，全球80%的人被活活热死，她眼红我靠着玉佩成了女王。这一世，她把那个只能生火的破铜炉扔给我，恶毒地笑道：“姐，这次该轮到我当女王了，你就抱着那个破炉子等死吧。”看着她如获至宝的样子，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我默默收起那个铜炉，那是上古神器九阳神火罩。他只知道极热地狱恐怖，却不知道那只是3天假象。真正的末日是紧随其后能冻碎灵魂的绝对极寒。当天地被冰雪覆盖时，他那块只能制冷的玉佩只会加速他的死亡，而我手里的破铜炉将是这冰河世纪里唯一的太阳。姐，上辈子你当了那么久的女王，这次该轮到我了吧？林暖的手死死攥着那块通体碧绿的寒玉佩，指关节都用力的发白，眼里全是贪婪，还有掩饰不住的狂喜。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差点没笑出声。上一世极热末世毫无预兆的降临，短短3天内，全球80%的人被活活热死。在这场高温浩劫中，我靠着那个能无限制冷的神秘玉佩，在极热地狱里活得风生水起，毫发无伤。而林暖的命运截然不同，他死守着那个只会自动冒火的破铜炉，绝望的被活活热死。所以这一世他拼了命的去抢玉佩。他至死不知，那个破铜炉在极热里就是催命符，更不知道那场极热其实只持续了3天。3天后，太阳熄灭，绝对0度降临，真正的末日是能够冻碎灵魂的极寒。那个时候，他手里的制冷玉佩会变成这世上最恶毒的诅咒，而我那个被嫌弃的破铜炉才是唯一的活路。说话啊，哑巴了！林暖见我不吭声，急了，甚至想把桌上那个生锈的铜炉往我怀里塞。爸说了，这2件传家宝让我们自己选，我先选了玉佩，这炉子归你，很公平吧？父亲坐在红木沙发上，手里盘着核桃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双双，你是姐姐，要让着妹妹。既然暖暖喜欢玉佩，你就拿炉子吧。偏心偏的理直气壮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装作不甘心的样子，伸手去够玉佩。不行，我是长女，玉佩应该。啊！林暖猛地把玉佩护在胸口，随后不知从哪掏出一把水果刀，在指尖狠狠一划，鲜血滴在玉佩上。寒气瞬间爆发，屋里的温度降了好几度。他得逞了。哎呀，姐，不好意思，滴血认主了，现在他是我的了。林暖笑得花枝乱颤，眼神里满是挑衅。我颓废地垂下手，默默抱起了那个破铜炉。行，是你自己选的。我转身就走，多1秒都不想待。走出大门的那一刻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林暖正把玉佩贴在脸上蹭，父亲慈爱地摸着她的头，好好享受吧，我的好妹妹。这3天的清凉是你用命换的断头饭。回到不到10平米的出租屋，我第一时间反锁房门，又扯下床单，把那扇透光的窗户封得严严实实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瘫坐在沙发上，盯着茶几上那个生锈的铜炉。这玩意儿卖相极差，扔在废品站估计都没人要。谁能想到它里面装着一个太阳？我没有丝毫犹豫，拿起水果刀在左手掌心狠狠一划，痛感袭来，却让我感到无比踏实。鲜血顺着指缝滴落，砸在铜炉满是铜绿的盖子上。下一秒，锈迹开始大块大块地剥落，原本暗沉的炉身像是被点燃了，繁复古朴的纹路一寸寸亮起，最后通体流转着滚烫的暗金色光芒。吼！一声古老雄浑的狮吼在我的脑海深处炸开，温热霸道的气流顺着我的手臂蛮横地冲进心脏，那是热量。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，浑身暖洋洋的。紧接着，意识被一股吸力拉扯，再睁眼，我看到了炉子内部，那不是狭窄的内壁，而是一片翻涌的赤色火海。火海中央，一只巴掌大的小狮子正蜷成一团呼呼大睡，它通体赤红，毛发像是一簇簇跳动的火苗，鼻孔里偶尔喷出2颗火星子，看起来奶凶奶凶的。这就是赤焰狮，上古神兽，成年后张口能吞日月，自身就是一个移动的热源。现在虽然只是个幼崽，但对于即将到来的冰河世纪，它比10座核电站都管用。一行淡蓝色的面板突兀地悬浮在虚空。宿主林霜，神器九阳神火罩1级，需吞噬火源升级。半生兽，赤焰狮休眠期，可唤醒。末日倒计时71小时55分。灾难预警，极热阶段3天，极寒阶段永恒。看到永恒2个字，我嘴角忍不住上扬。只有我知道那将是一个怎样的地狱。意识回归现实，我立刻掏出手机查看余额，5万2，这是我工作3年的全部积蓄。要在3天内打造一个能抵御零下100度低温的安全屋，这点钱连3牙缝都不够。我冷笑一声，打开手机里的各种借贷 app， 额度全拉满，不看利息，不看期限，都要末世了。征信就是个笑话。半小时后，卡里多了80万。我没急着买水买粮，那是林暖那种蠢货才会干的事。我打开同城采购网，直接联系了一家煤炭厂。无烟煤，我要10吨。另外，固体酒精、木炭，仓库里有的我全要。电话那头的老板声音都在抖。美女，你看新闻了吗？气象台刚发了高温红色预警，未来3天要破50度。你买煤炭，准备把自己烤熟啊？我搞反季囤货，你就说卖不卖吧。卖，当然卖，这就给你装车。老板估计以为我是个傻子，
语气里透着捡了大便宜的欢快。搞定燃料，我又联系了装修公司，我要的不是豪华装修，而是保温。地点我早就选好了，老城区的一个地下防空洞，我要在那里面再加装3层工业级保温棉，把那里打造成一个密不透风的保温杯。就在我忙着下单几百件军大衣和暖宝宝的时候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林暖发来一张照片，照片里她穿着清凉的吊带，脖子上挂着那个碧绿的韩玉佩，背景是那栋带泳池的半山别墅。父亲坐在旁边的藤椅上，一脸慈爱地给他剥葡萄。紧接着是一条长语音，点开，林暖那得意的声音立刻充斥了整个房间。姐，看见没？爸怕我热着，特意把这套避暑别墅过户给我了。这玉佩真神了，带着它周围全是冷气，连空调都不用开。你要是热得受不了，就来别墅门口跪着求我，我或许会赏你一杯冰水喝，哈哈哈哈。我心想，这太阳还能挂3天，3天后它就会彻底熄灭，到时候林暖引以为傲的冰凉玉佩会变成催命的寒冰，那满池子的水会瞬间冻结，成为埋葬他们一家3口的冰棺。我在屏幕上敲下2个字，呵呵。发送拉黑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清凉吧。至于我看了看手里的铜炉，又看了看订单里那1万个自热火锅，我会在壁炉旁裹着大棉袄，一边涮羊肉，一边听着外面风雪呼啸的声音。接下来的48小时，整座城市都在发烧。气象局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，说是一股万年难遇的热浪即将席卷全球。超市里的水和空调被抢购一空，而我正光着膀子在地下室里贴保温层。9阳神火罩悬浮在半空，释放着柔和的光芒，帮我照明。赤焰师醒了，像只小狗一样围着我转，时不时喷出一小口火苗，帮我把保温钉烧红，直接钉进墙里，省了电钻的钱。乖儿子，赏你的。我随手扔进炉子里一块无烟煤，火焰瞬间腾起，赤焰师欢快地跳进去打滚，体型肉眼可见的大了一圈。这时手机在旁边嗡嗡震个不停，家族群的消息快把屏幕炸了。林暖正在直播他的商业帝国，视频里他包下了一个巨大的冷库，里面堆满了工业冰块，制冷机组轰隆隆作响。家人们，末日预言是真的，未来会热死很多人。家人们看见没？这就是实力。新闻都说了未来会持续高温，我有韩玉佩护体，还有这一仓库的冰，别说50度，就是太阳掉下来我都不怕。想要活命的，现在转账5万，我可以给你们预留一个避暑的床位。群里的亲戚们疯了，暖暖真有出息，二姨给你转10万，给我和你姨父留个单间。还得是暖暖，不像那个林双，平时闷不吭声，关键时刻屁用没有。父亲也在群里发话，双双，你手里那点钱别乱花，都转给你妹妹，让她帮你买点冰块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别任性。我看着屏幕冷笑一声，打字回复，不用了，我买了那个只能生火的破炉子，正准备烤红薯呢。群里瞬间安静了，随后是铺天盖地的嘲讽。姐，你是被热傻了吧？烤红薯，过2天你就知道什么是把自己烤熟了。冥顽不灵，死了别怪家里没人给你收尸。我直接退了群，收尸，你们先顾好自己怎么变成冰雕吧。第3天，气温突破了45度，柏油路开始融化，甚至有汽车的轮胎在行驶中自燃。医院里全是中暑晕倒的人。林暖的冷库生意火爆到了极点，听说门票已经炒到了10万1张。他发朋友圈，配图是一张他躺在冰床上吃哈根达斯的自拍，配文：这就是女王的生活，羡慕吗？我点了个赞，评论：趁现在多吃点，以后想吃还没机会了。林暖秒回：酸鸡。我关掉手机，看了一眼墙上的温度计，地下室里只有20度。9阳神火罩不仅仅是热源，它还能吸收热量转化为能量。外面的高温对别人是灾难，对他来说是自助餐。我盘腿坐在神炉旁，按照脑海中浮现的功法开始修炼，吸纳热能，淬炼肉身。每吸一口气，肺腑里都像着了火一样痛，但吐出来的浊气却带着黑渣。我的皮肤变得更加紧致，力量也在暴涨。赤焰师趴在我膝盖上，舒服地打着呼噜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72小时倒计时归零。原本赤红的天空突然变了颜色，不是黑，而是一种诡异的惨白，像是死人的眼白。下午3点，太阳还在天上挂着，但光芒却像被什么东西吞噬了一样，失去了温度。气温开始断崖式下跌，50度、40度、30度，外面的人欢呼雀跃。热浪过去了，终于凉快了，老天爷开眼啊！我也笑了，是啊，老天爷开眼了，因为他要把你们所有人都送进地狱。我穿上保暖内衣，套上羊绒衫，再穿上极地羽绒服，给赤焰师也裹了一层小毯子。好戏开场了。不到2个小时，气温跌破了0度，街上那些穿短袖短裤狂欢的人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。风变了，不再是热浪，而是像刀子一样的寒风，刮在脸上生疼。天空飘起了雪花，一开始是小雪，转眼间就变成了鹅毛大雪，黑色的大雪，每一片雪花里都蕴含着极致的阴寒之气。晚上8点，气温降至零下20度，电力系统崩溃了，全城陷入一片黑暗，只有我的地下室里
九阳神火罩散发着温暖的金光。我煮了一锅麻辣火锅，毛肚在红油里翻滚，香气扑鼻。手机突然狂震，是那个被我退掉的家族群，父亲又把我拉进去了。群里一片鬼哭狼嚎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这么冷？暖气呢？空调怎么不制热了？我的车门冻住了，打不开，救命啊！林暖发了一条语音，声音哆哆嗦嗦，背景里全是牙齿打颤的声音。爸，冷库的大门冻住了，我们也出不去。他的冷库为了保温效果好，做了全密封处理，而且就在几个小时前，为了维持里面的低温，他把所有的制冷机组都开到了最大。现在断电了，机器停了，但别忘了，他手里还有那块韩愈配，那玩意儿可是被动触发的神器，只要周围有热量，它就会疯狂吸走，释放寒气。以前是宝贝，现在就是个高功率的冰箱压缩机，还关不掉。我在群里发了一张火锅的照片，热气腾腾的牛肉，翻滚的红油，旁边还有半杯红酒，配文：哎呀，这破炉子火力太旺了，吃得我一身汗，得开窗透透气。群里死寂了1秒，然后彻底炸了。林爽，你那个炉子能取暖？快给爸爸送过来，我要冻死了。双双啊，二姨以前最疼你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家就在你附近，快来接我。姐，我错了，把炉子给我，我的玉佩给你，我都给你。我夹起一块毛肚，蘸了蘸油碟，放进嘴里，真香，慢悠悠的打字。玉佩，那个能制冷的宝贝，我可无福消受。妹妹，你是女王，女王就该住在冰箱里保鲜。林暖尖叫着发语音：林霜，你个贱人，你想害死我吗？我是你亲妹妹，爸，你快骂她啊！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已经有些模糊了。逆女，把炉子拿来，不然你怎么？我冷笑着回复：断绝父女关系，还是把遗产都给林暖，省省吧。看看窗外，这世道谁手里有火谁就是爹。我不光不救，还要看着你们一点点变成冰棍。对了，林暖，记得抱紧你的玉佩，听说那玩意儿能冻住青春，让你死的时候都美美的。说完，我再次退群、拉黑、关机。世界清静了，只有火锅咕嘟咕嘟的声音。外面的温度还在降，零下30度、零下40度，街上已经听不到惨叫声了，因为人都冻僵了。那些在林暖冷库里避暑的100多号人，此刻应该正在经历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。不仅外面冷，里面有个韩愈配源源不断的制造冷气，那是真正的冰棺。第二天清晨，气温零下50度，整个城市被冰封。我摸了摸吃验师的脑袋，你说他们现在是不是很后悔没穿羽绒服去避暑？试验师嗷呜一声，咬了一口牛肉。高楼大厦挂满了冰冷，如同是一座座巨大的墓碑。我透过各种监控摄像头观察外面的情况，林暖的冷库外聚集了一群想进去取暖的人，结果还没把门砸开，就全都冻死在门口，保持着挥舞锤子的姿势，形成了一座诡异的冰雕群像。突然，地下室的厚重铁门被人砸响了，咚咚咚，声音沉闷却透着一股疯狂。我皱眉，这个地方很隐蔽，除了中介和我，没人知道。难道是？我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一张惨白、扭曲、眉毛上结满白霜的脸贴在猫眼上，是林暖。她没死，不仅没死，她身上裹着不知道从哪扒下来的好几层衣服，最外面还披着一床带着血迹的棉被，而她手里依然死死攥着那块韩愈配，但那玉佩此刻不再是碧绿色，而是变成了诡异的暗红色。她难道是在吸血？姐，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闻到火锅味了，让我进去，我把玉佩给你，我把命给你。我没动，他是怎么从那个冰棺里逃出来的？父亲呢？就在这时，林暖身后晃晃悠悠走过来一个人影，也是裹着破烂的棉被，手里提着一把还在滴血的消防斧。是父亲，但他只有一只眼睛了，另一只眼眶空荡荡的，血早就冻成了红色的冰碴。暖，别求他。父亲的声音透着一股冷静，直接砸开了，杀了他，抢炉子，吃了他的肉也能暖和。我瞳孔猛地一缩，吃肉，看来在那个冰棺里发生了一些我无法想象的惨烈事情。这父女俩已经不是人了，是恶鬼。砸，用力砸！父亲挥起消防斧，狠狠劈在铁门上，火星四溅。但这可是我特意加固过的防爆门，里面还灌了铅，哪是那么容易劈开的？林暖也没闲着，他拿着一块石头拼命敲击门缝。林霜，你出来！你个自私的杂种！我们在外面受苦，你在里面吃香喝辣，你不怕遭天谴吗？我站在门后，手里端着一杯热茶，语气平淡。天谴？外面这天气就是天谴，不过是老天爷谴你们这些蠢货。至于自私，当初抢玉佩的时候，你们可是很大方的。门外，父亲喘着粗气，斧头一下下劈砍，震得门框都在掉灰。别废话了，等老子进去，把你的皮剥下来做围脖。
他的语气里全是暴虐。我把赤焰师叫了过来，这小家伙经过一晚上的火焰喂养，已经长到了藏獒那么大，浑身燃烧着实质般的烈焰，嘴里的獠牙泛着金光。儿子，准备干活了。我把手按在门把手上，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别怪我送你们一程。但我没有立刻开门，因为我在监控里看到了更有趣的一幕。在他们身后不远处，雪堆动了，几个原本以为是尸体的人影爬了起来，那是之前的邻居，还有那几个势利的亲戚，二姨、大伯，他们也没死绝，但都缺胳膊少腿的，显然是经历了残酷的互动。他们闻到了这里的动静，也闻到了活人的气息。那是老林和暖暖，他们还有力气砸门，肯定吃了东西。二姨咽了口唾沫，虽然唾沫早就冻住了。吃了它们就能活。你看，这就是末世，没有亲情，只有蛋白质和热量。我松开门把手，退后一步。好戏要升级了。父亲还在疯狂砸门，根本没注意身后。林暖倒是警觉一点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瞬间尖叫起来：“爸，后面大伯他们来了！”父亲猛地回头，独眼圆睁：“大哥，你们想干什么？”大伯咧嘴一笑，露出满嘴黑血：“老二啊，借点肉，不，借点力气。”没等父亲反应过来，几个人就扑了上去，没有废话，直接开咬。这根本不是打架，是狩猎啊！滚开！我是你弟弟，咬的就是你，谁让你平时那么抠门？二姨更是凶狠，直接一口咬住了林暖的手腕，死也不松口。林暖惨叫着，手里的韩玉佩掉在地上。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玉佩掉进雪地的一瞬间，周围的雪突然融化了，不是融化，是被吞噬了。那块变红的玉佩像是有生命一样，贪婪地吸收着周围所有人的血液，受伤流出的血蜿蜒着流向玉佩。大伯、二姨、父亲，哪怕打得再凶，此刻都僵住了。他们感觉体内的热量和血液正在被强行抽离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二姨惊恐地想松口，却发现嘴巴被冻在林暖手上，根本张不开。救命！林暖更惨，他是玉佩的主人，反噬最先从他开始。他的皮肤迅速干瘪，头发变白，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。姐，救我！我不想死。看着那张酷似我的脸，露出绝望。我只见那缕来自九阳神火罩的金色火焰剧烈跳动着，只要弹出去，引爆玉佩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但我停住了，心脏处传来一阵心悸的抽搐，那是血脉的诅咒，也是我无法跨越的底线，不可手刃之亲，哪怕恨之入骨，我也不能亲手染上父母和妹妹的血，否则我也将万劫不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攥紧拳头，生生掐灭了指尖那缕火焰。接着我隔空击出一掌，不是攻击人，而是打在了那枚即将过载炸裂的红韩玉佩上。断！砰的一声脆响，玉佩被凌厉震飞，落入远处的深雪中，切断了与林暖的联系。林暖保住了一条命，但他枯槁的面容、花白的头发却再也变不回去了。他颤抖着摸向自己干瘪如树皮的脸，发出了一声比死还要绝望的尖叫。啊！我的脸！我面无表情地重新关上了通气孔，隔绝了外面的哭嚎。既然不能亲手杀你们，那就让这漫长的极寒与衰老慢慢折磨你们吧。有时候活着比死更痛苦。寒风如刀，疯狂灌入破碎的大门。赤焰师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周身烈焰瞬间暴涨3丈，化作一道赤红屏障，将那些想要侵入的寒气尽数焚烧。我并未理会门外的动静，而是径直走向那堆余温上存的灰烬。一枚散发着幽蓝寒光的碎片静静躺在那里，体内的神炉仿佛感应到了宿命的召唤，自行飞出，贪婪地将碎片一口吞下。检测到核心神性物质万载寒髓，阴阳补全，神器进阶，太极两仪炉完全体，获得禁忌神拳冰火神域。林暖至死都不会知道，它是若珍宝，仅仅用来当做降温空调的玉佩，竟然是开启至高神器的另一把钥匙。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只有冰火合一，才是这末世中唯一的真理。好！突然，门外的黑暗深处传来了无数道令人头皮发麻的嘶吼声，那是骨骼被硬生生拔高的脆响。那些在极寒中冻毙的尸体，此刻正以一种诡异的姿势扭曲站起，原本空洞的眼眶中燃起了冰蓝色的鬼火。他们闻到了活人的气息，不仅是尸体，连远处的黑暗本身似乎都在蠕动。末世真正的噩梦——冰尸狂潮爆发了。林暖和那群亲戚死得连渣都不剩，反倒给我省了麻烦。但系统提示的血尸2个字让我心里一紧。血尸？上一世我死得早，只知道极热后是极寒，却不知道极寒之后还有这玩意儿。难道说这极寒不仅仅是自然灾害，还是某种病毒的温床？我没敢在外面久留，让神炉吸干了碎片，就立刻退回地下室，锁门加固。赤焰师也不睡了，守在门口，喉咙里发出威胁的低吼。他感应到了危险。我打开监控，把镜头焦距拉到最大，对准街道尽头。暴风雪中影影绰绰，那些原本倒闭在路边的僵硬尸体，此刻正以一种极其扭曲的姿势站立着，关节反折，头颅垂在胸口，浑身覆盖着一层蓝色的冰甲。他们行动迟缓，但目标明确，朝着有热源的地方移动。我看了一眼旁边小区的一栋楼，3楼的一户人家窗户透出微弱的烛光，那里有一家3口，10几只冰尸正顺着排水管往上爬，指甲扣进墙壁，如履平地。咔嚓，玻璃碎裂的声音，紧接着是男人的怒吼和女人的尖叫。
最后是孩子戛然而止的哭声。几秒钟后，烛光灭了，那扇窗户里只剩下一双双幽蓝色的眼睛，死死盯着我的方向。他们闻到了我这里浓郁的热量。靠！我低骂一声，九阳神火照的热量太足了，在这冰封的城市里，我吸引着所有的飞蛾，必须主动出击，不然等全城的兵师都围过来，我这铁门在后也扛不住。儿子，敢不敢出去打架？我拍了拍赤焰师的脑袋，他兴奋地喷出一口火，直接把我眉毛燎焦了一块。行，你有种。我穿戴整齐，手里提着一根自制的火焰长矛，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拉开大门，寒风呼啸。还没等我看清，一只蹲在门口伏击的兵师就扑了过来，他的爪子离我的喉咙只有1厘米。好，赤焰师比他更快，一道金色的残影闪过，赤焰师一口咬住了兵师的脖子，咔嚓，清脆的碎冰声，兵师的脑袋直接被咬了下来，身躯化作一滩蓝色的液体。击杀普通兵师，进化点+1。太弱了，我信心大增，挥舞着火焰长矛冲了出去。来啊，你们这群冻带鱼！长矛横扫，火焰所过之处，兵师身上的兵甲瞬间融化，接着被烧成灰烬。这是属性压制，我一路杀，赤焰师一路吃。他吞噬兵师死后的核心冰晶，身上的火焰竟然带上一丝蓝色的幽光。就在我杀的兴起时，地面突然震动起来，咚咚咚，沉重的脚步声。街道尽头走来一个巨大的身影，足有3米高，浑身挂满了被冻住的汽车门板，手里拖着一根路灯杆。这是一只变异的巨型冰狮。警告：遭遇一阶精英怪巨力冰狮，胜率预估30%。只有30%，我心里一凉。那怪物看到我，发出一声类似火车的汽笛声，抡起路灯杆就砸了过来，速度极快。躲开！我扑向一旁，滚进雪堆。轰！刚才站立的地方被砸出一个大坑，柏油路面像饼干一样碎裂，碎石飞溅，划破了我的脸颊。好强的力量！这玩意儿要是砸在堡垒上，几下就能给我家拆了。好，赤焰师扑上去咬他的腿，结果只崩掉了几块冰碴，反而被那怪物一脚踢飞，重重撞在墙上，呜咽着爬不起来。儿子，我怒火中烧，那是我的半生兽，我的家人。恐惧瞬间被愤怒取代，我死死盯着那只怪物，脑海中疯狂运转神炉的功法，阴阳两仪，冰火同源。既然我有了冰的能力，为什么要一直用火硬抗？我伸出左手，对准怪物，体内的能量疯狂抽取。给我冻住！不是让它冷，而是控制它身上的冰。怪物的动作猛地一僵，它那一身厚重的冰甲原本是防御，现在却成了我的武器。我操控着它，关节处的冰层瞬间增厚，锁死。它想抬腿，却发现膝盖动不了了。就是现在，趁它失去平衡的瞬间，我将体内所有的热能灌注进右手，火焰不再是散乱的形态，而是被压缩到了极致，在掌心凝聚成一根白赤色的长矛，对准它胸口那块唯一的肉色核心。死！火焰长矛带着尖笑，精准刺入，极致的高温瞬间气化了阻挡的血肉，长矛贯穿心脏，从他的后背透体而出。怪物的动作定格了，他低下头，似乎不明白为什么胸口会多出一个洞。我双腿一软，跪在雪地里大口喘气，肺部像是有火在烧，喉咙里全是血腥味。击杀精英兵师，进化点+100。恭喜宿主升级至2级，解锁新功能，储物空间扩大10倍，开启神火炼药。炼药听起来不错，但这会儿我没空研究。我手脚并用地爬到赤焰师身边，小家伙还算争气，虽然断了2根肋骨，但还知道冲我摇尾巴。赢了！我爬起来，走到赤焰师身边，给他喂了一颗刚挖出来的精英冰晶。小家伙瞬间满血复活，还嘚瑟地抖了抖毛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，还有探照灯的光束扫过，有人，而且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。我立刻带着赤焰师躲进阴影里。几辆改装过的装甲车开了过来，车身上喷着一个黑色的骷髅标志，车顶的喇叭喊着：区域肃清开始，所有幸存者立即走出掩体接受检查，拥有特殊能力者上报登记，抗拒者就地格杀。我眯起眼睛，透过破碎的橱窗玻璃向外窥视。上一世，我哪怕活到了最后，也没听说过这个组织。他们装备精良，杀伐果断，甚至在抓捕活人。那个骷髅标志，不知为何让我本能地感到一阵恶寒。这群人不是来救灾的，他们像是来收割的。我没急着露头，而是悄悄跟在后面，同时一把将赤焰师按进雪堆里。这小子现在吃的膘肥体壮，跟个藏獒似的，浑身还冒着火光，在黑夜里简直就是个移动的靶子。趴好，别出声。我压低声音警告他，这小东西不满地呜咽一声，只好把脑袋埋进爪子里，身上的火焰也收敛成了暗红色。装甲车一路碾压兵师，火力凶猛的不讲道理，重机枪喷吐着火舌，把那些普通兵师打成了筛子。显然，他们对这些怪物的弱点很了解。车队最终停在了一座体育馆前，这里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营地，外围竖起了高压电网，墙上还架着机枪，大门口挂着块铁皮牌子，上面用红油漆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大字：新世界避难所。呵，新世界，我看是阎王殿还差不多。门口排着长队，几十个衣衫褴褛的幸存者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等待入场。只要交出一半的物资，或者证明你有价值，就能进去。守卫拿着扩音器大喊：里面有暖气，有热水，还有热粥。听到热粥2个字，那些幸存者眼睛都绿了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换一口吃的。一个女人哆哆嗦嗦地挤上前，怀里紧紧裹着个孩子。大哥，我有这个。
他颤抖着掏出一块劳力士金表，满眼希冀地递过去。守卫接过来掂了掂，看都没看，反手就甩进了旁边的积雪里。黄金，这年头黄金还不如这块砖头好使，滚一边去！女人扑通一声跪下了，额头磕在冰面上砰砰响。求求你了，孩子发烧了，再不进去就要冻死了，哪怕给口热水也行啊。守卫不耐烦了，抬起枪托，对着女人的脑袋就是一下，鲜血染红了雪地，没人敢出声，也没人敢扶，这就是末世的规矩，人命还没这地上的雪值钱。我眯起眼，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袖口里滚烫的神炉纹路，这哪里是避难所，分明是奴隶营。但我现在孤身一人，硬闯肯定不行。我有神炉，不缺吃穿，本可以一走了之，但我看到了一个人，在守卫的队伍里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我的前男友张浩。上一世极热刚开始，这孙子为了抢我手里最后半瓶水，把我狠狠推出去挡太阳，自己溜之大吉。没想到啊，这祸害命还挺硬，居然混成了这里的小头目，而且看样子还混成了个小头目，穿着厚实的皮大衣，手里拿着枪，一脸嚣张。这祸害命还挺硬，居然混成了这里的小头目。既然老天爷把仇人送到眼皮子底下了，我要是再走，那得多不给面子。我按住躁动的赤焰师，嘴角扯出一个冷笑。本来只想当个过客，既然你在，那这地方高低得给他扬了。儿子，咱们进去加个餐。复仇的火焰在我心里燃烧，既然碰上了，如果不送他下去见林暖，那我这重生也太憋屈了。然后我故意把羽绒服弄脏，脸上抹了点灰，装成一副虚弱的样子，排进了队伍。轮到我时，张浩正好走过来巡视，他看到我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那种令人作呕的惊喜表情。林霜，你还活着？他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落在我不算太脏的羽绒服上。哟，看来小日子过得不错啊。怎么，一个人？我装作害怕的点头。浩哥，救救我！张浩笑了，笑得很猥琐。他搂住我的肩膀，对守卫说：“这也是个老熟人，不用检查了，直接送到我房间去。”守卫暧昧地笑了笑。浩哥艳福不浅啊。我低着头，掩饰住眼底的杀意。张浩啊，张浩，你以为你是猎人，其实你只是猎物。进了营地，我才发现这里的等级制度有多森严。体育馆的看台是底层人住的，几百人挤在一起取暖，臭气熏天；而 VIP 包厢则是头目们的住所，烧着炭火，还有女人伺候。张浩把我带进一间包厢，里面很暖和，桌上甚至还摆着半瓶红酒和一盘午餐肉。他锁上门，把枪往桌上一拍，也不装了。林霜，本来以为你死了，没想到还能送上门来。以前你总装清高，不让我碰，现在我看你还往哪儿跑。他一边解皮带，一边朝我走来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甚至还笑了笑。张浩，你知道林暖是怎么死的吗？张浩一愣，关我屁事。他是被活活咬死的，死之前还喊着想吃肉。我慢条斯理地拉开羽绒服的拉链。张浩眼睛发亮，怎么这么主动？是啊，主动送你上路。拉链拉开，赤焰师从我怀里探出头，原本巴掌大的小狮子瞬间膨胀变大，一口咬住了张浩还没来得及伸出的手。啊！惨叫声刚出口，就被我一脚踹回了喉咙里。我踩着他的胸口，赤焰师咬着他的手腕。嘘，小声点，别吵到邻居。张浩痛得满脸冷汗，惊恐地看着那只浑身冒火的狮子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林霜，你……这是我的宠物。我拿起桌上的红酒，浇在他断掉的手腕上，消毒，不然肉不好吃。张浩吓尿了。别杀我，我有物资，我有秘密，我知道这个营地背后是谁。哦，我停下动作，说来听听。张浩哆哆嗦嗦地说：“这个营地的老大根本不是人，他是个怪物，他能操控尸体，他在养尸，这些幸存者都是他的饲料。”我心里一惊，养尸？难道这不仅仅是末世求生，还是一场人为的养蛊游戏？就在这时，包厢的门突然被一股巨力撞开，一股腥臭的寒风灌了进来。张浩，你在乱说什么呢？门口站着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，脸上戴着面具，但他露出的双手却长满了蓝色的鳞片，和他身后跟着的是那只被我杀死的巨力冰狮一模一样的气息，不，比那更强。这是一个拥有智慧的高阶冰狮。被发现了啊！男人声音沙哑。本来想等养肥了再吃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提前开席吧。他一挥手，身后的走廊里涌出无数双血红色的眼睛，整个营地瞬间变成了屠宰场。那个戴面具的男人没有急着动手，而是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身边的赤焰狮。火属性的变异兽，稀有品种啊。他舔了舔嘴唇，舌头竟然是分叉的，像蛇信子一样。吃了它的核心，我就能不再惧怕火焰，进化成完美的生命体。张浩看到老大来了，以为有了救星，立刻大喊：“老大，救我！这女人想造反，她这狮子很邪门。”面具男冷冷地瞥了他一眼。废物，连个女人都搞不定。他抬手虚空一抓，张浩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飞了过去。老大，别
咔嚓，面具男单手捏爆了张浩的脑袋，像捏爆一个烂西瓜，随手把尸体扔给身后的尸群。赏你们了。那些低阶兵师一拥而上，瞬间将张浩分食干净。我在旁边看着，胃里一阵翻腾，但更多的是警惕。这个男人的实力深不可测，起码是2阶甚至3阶的怪物。好了，碍事的没了。面具男转过头看我，美女，你是自己把狮子献上来，还是我把你变成他们的一员？我握紧手中的火焰长矛，冷笑：想要我的狮子，怕你牙扣不好崩了牙。赤焰狮上！赤焰狮咆哮一声，化作一道火流星冲了过去。面具男不慌不忙，双手结印，冰封陵墓。地面瞬间升起4面巨大的冰墙，将赤焰狮困在中间，寒气疯狂压缩，试图熄灭赤焰狮身上的火焰。我心中一惊，这不仅是力量，这是异能，他居然会法术。你的对手是我。面具男瞬间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根本来不及躲避，只能本能地催动神炉护体。当金色的光照挡住了鬼爪，发出一声红钟般的巨响，我被震飞出去，撞碎了包厢的墙壁，摔进了看台区。底下的幸存者们看到这一幕，全都吓傻了。那是首领。首领怎么变成怪物了？面具男站在包厢缺口处，撕下了脸上的面具，露出一张布满青色血管、五官扭曲的脸。既然都看到了，那就都不用活了。他张开双臂，仰天长啸。体育馆的各个出口突然落下巨大的铁闸门，把这里彻底封死。紧接着，看台下方的地板裂开，爬出无数只奇形种兵尸，有的长着4只手，有的像蜘蛛一样在墙上爬。晚餐时间到了，我的孩子们！尖叫声、哭喊声瞬间响彻整个体育馆。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，他把这些人骗进来，养着，就是为了这一刻的进食来冲击更高阶位。疯子！我爬起来，抹掉嘴角的血。这种局面，如果不拼命，今天真要交代在这里。神炉，给我烧！我不再保留实力，将体内所有的能量全部注入九阳神火罩。神炉从我眉心飞出，迎风暴涨，化作一个直径10米的巨大火罩，悬浮在体育馆上空。九阳真火，焚尽八荒！轰！金色的火焰如瀑布般倾泻而下，那些低阶兵师沾到真火，连惨叫都来不及，直接气化。幸存者们虽然觉得热，但神炉的火焰似乎能识别敌我，并没有伤害他们，反而烧断了铁闸门的锁链。门开了，快跑啊！有人大喊，人群疯狂向出口涌去。面具男看到自己的手下被屠戮，大怒：找死！竟敢坏我好事！他舍弃了赤焰狮，朝着空中的神炉扑去，试图打碎我的神器。那是上古神器，你也配碰？我嘲讽道，同时手指一点，收！神炉猛地照下，像扣碗一样，直接将面具男扣在里面。炉内传来凄厉的惨叫，9条火龙在炉内盘旋，疯狂灼烧着他的身体。他在里面疯狂撞击，震得神炉嗡嗡作响。我的精神力也在飞速消耗，鼻血止不住的流。他在拼命反抗，毕竟等级压制还在，我才2级，他至少3级巅峰，困不住太久。赤焰狮，加火！赤焰狮从冰墙里挣脱出来，冲到神炉下方，张嘴喷出他的本命元火，内外夹击。不，主人救我！面具男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。主人，他背后还有人。还没等我想明白，神炉内传来砰的一声闷响，他自爆了。我也受到反噬，眼前一黑，喷出一口鲜血。但好在他死了，留下一颗拳头大小、晶莹剔透的冰蓝色心脏，那是3阶变异者的核心。我颤抖着手捡起那颗心脏，这东西能让我的冰系能力质变。但面具男死前喊的那句主人，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。这个主人到底是谁？能控制这种级别的怪物？难道真的是神？在那风雪深处，仿佛有一双巨大的眼睛正在冷冷地注视着我。吸收了面具男的核心后，我直接昏睡了过去。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那个被烧得焦黑的体育馆中央，赤焰狮守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。我感觉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左手一挥，空气中的水分子瞬间凝结成冰锥，右手一握，火焰升腾，冰火双修，3级。我现在的实力放在这末世里，只要不作死，基本能横着走。但我开心不起来，因为周围太安静了，静得让人发慌。原本呼啸的风声停了，漫天的大雪也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层浓得化不开的灰雾。这雾气很诡异，神炉的光芒竟然照不穿它，只能照亮我周围3米的范围，能见度极低。怎么回事？我带着赤焰狮走出体育馆，街道上空无一人，连冰狮都不见了。突然，雾气里传来一阵嬉笑声：“姐姐，抓迷藏呀！你找不到我。”那是林暖的声音。我猛地回头，身后空空如也。林霜，你为什么不救爸爸？爸爸好冷啊！左边又传来了父亲的声音。我握紧火焰长矛，冷喝：“装神弄鬼，滚出来！”雾气翻涌，慢慢凝聚成几个人影。林暖、父亲、张浩，甚至还有上一世被我连累死的同事。他们浑身是血，脸色惨白，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雾里看着我。姐，你好狠的心啊！林暖一步步走近，他的脸开始溃烂，露出下面的白骨。你明明有能力救我们，为什么要看着我们死？你就是个杀人犯！他的声音直刺我的脑海，引起一阵剧痛。系统警告狂闪！警告：遭遇精神类怪物雾魔，正在遭受精神攻击，
理智值下降中。原来是这玩意儿，雾魔，末世后期才会出现的恐怖生物，它没有实体，专门吞噬人的恐惧和愧疚，制造幻觉让人自杀。愧疚？我看着逼近的林暖，突然笑了。如果是别人，我也许还会稍微难过那么1秒，但对你，我只后悔上一世没能亲手杀了你。我眼神瞬间变得冰冷，心中那一丝因为幻觉产生的波动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绝对的杀意。给我散！我将神炉高高记起，不仅仅是物理火焰，我还注入了刚觉醒的精神之火。轰！金色的火焰呈环状向四周扩散，那些幻影在火焰中扭曲尖叫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为什么没有心魔？雾气中传来一个尖锐的非人的惨叫声。因为老娘问心无愧。我一步踏出，火焰长矛精准地刺入雾气最浓郁的一点，扑哧，周围的灰雾瞬间消散，阳光重新洒落下来，地上掉落了一块灰色的晶石。击杀雾魔，获得精神力晶石。我捡起晶石，正准备离开，突然地面剧烈震动起来，不是地震，是从地底深处传来的震动。刚才雾魔幻化出的父亲并没有消失，而是变成了一团黑色的气体，钻进了地下的裂缝里。紧接着，那个裂缝里传来了一声苍老而熟悉的叹息。双双，看来这一关你也过了。这声音不是幻觉，是真的父亲的声音，但他不是死了吗？谁？我对着裂缝大喊。下来吧，孩子。那声音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威严。来见证这个世界的真相，来见见你真正的父亲。裂缝缓缓扩大，露出一条通往地底深处的石阶，石阶两旁点着长明灯，一股古老腐朽却又强大到令人颤抖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赤焰师炸毛了，死死咬住我的裤脚，不让我过去。他在恐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真相就在下面。如果我不去，这辈子可能都活得不明不白。那个面具男口中的主人，那个操控一切的幕后黑手，如果是父亲，那一切都说得通了。为什么会有2件神器传家宝？为什么他偏心却又要把我们养大？别怕，我抱起赤焰师，不管是神是鬼，咱们去掀了他的老巢。我迈步走下了石阶，这一去便是最后的终局。石阶很长，仿佛通向地狱，越往下走，温度竟然越高，不是那种温暖，而是燥热，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和血腥味。走了大概半小时，眼前豁然开朗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，穹顶上镶嵌着无数发光的萤石，照得如同白昼。而最让我震惊的是溶洞中央的景象，那是一个巨大的血池，直径足有100米，里面翻滚着粘稠的鲜血，血池上方悬浮着成千上万具尸体，有的穿着现代衣服，有的穿着古代长袍，他们被一根根红色的丝线吊着，像提线木偶一样。而在这些尸体的正中央坐着一个人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龙袍，头发披散，盘坐在虚空中。那是父亲，但他又不是父亲。那张脸虽然和父亲一模一样，但气质完全不同。如果说以前的父亲是个市侩的偏心老头，那眼前这个人就是一尊视众生为蝼蚁的魔神。你来了。他缓缓睁开眼，瞳孔竟然是金色的树瞳，没有眼白。自我介绍一下，你可以叫我林祖，或者长生者。我握紧神炉，冷声问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祖笑了，笑声震得血池翻涌。你以为末日是天灾？不，这是我每隔300年发动一次的收割。他指了指头顶的尸体。这些人都是我的子孙后代，也是我的药引。我活了3000年，肉身早已腐朽。为了长生，我布下了这个天地阴阳大阵。极热是为了炼阳，极寒是为了炼阴，而你们就是在这阴阳熔炉里挣扎的蛊虫。我只觉得浑身发冷，比在零下100度还要冷。原来所有的灾难，所有人的死亡，只是为了给他炼丹。连林暖，连我，都是他养的猪。那你为什么给我神炉，给林暖玉佩？林祖手指一勾，一块破碎的玉佩碎片飞到他手中。阴阳神器本就是阵眼，我需要2个血脉至亲，分别吸收极致的阴和极致的阳。等到你们成长到顶点，再将你们吞噬，阴阳合一，我就能炼成9转不灭金身，飞升成神。本来林暖那个蠢货应该死在极寒里，化为阴灵，可惜他太废物了，还没成型就被你杀了。不过没关系。他贪婪地看着我。你很完美，你不仅吸收了神炉的阳气，还融合了玉佩的阴气，你就是我苦苦等待了3000年的完美大药。愤怒压过了恐惧，我浑身颤抖，嘶声怒吼：我是你女儿，我是这一世唯一的血脉。女儿，这2个字仿佛是什么好笑的笑话。林祖发出一阵怪笑，他不屑地挥了挥衣袖，那神情就像是在挥去一只恼人的苍蝇。孩子，你太天真了。他缓缓向我逼近，每一步都踏在我的心跳上。在这漫长的3000年岁月里，我用不同的身份生过几万个孩子。所谓的血脉亲情，对我来说就像这指甲盖一样。他举起手，看着自己发黑的指甲，剪了还会长，长了再剪便是。你会心疼你的指甲吗？好了，别做无谓的挣扎，乖乖过来，融进老祖的身体里，助我成神，这是你几辈子修来的荣幸。
轰！话音未落，他身后的血池骤然沸腾，腥臭的血浪翻涌，无数根粗壮的红色触手破水而出，它们带着粘稠的液体，如同几百条巨蟒同时扑食，铺天盖地向我卷来。我被那恐怖的威压定在原地，眼看就要被触手吞没。然而就在这一瞬间，我体内的阴阳二气疯狂对撞，丹田处传来一声脆响。我死死盯着林祖手中的那块玉佩碎片，突然意识到了一件被他忽略的致命细节：如果我是容器，如果这玉佩是阵眼，既然我现在融合了阴阳二气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在这个大阵里，我才是真正的钥匙？我猛地抬起头，迎着那漫天触手，露出一抹决绝的冷笑。老东西，你想吃我？我没有后退，反而迎着血池冲了上去，双手猛地结出一个从未学过，却在此刻福至心灵的印记。那就看看到底是谁吃谁，荣幸你大爷！我彻底暴怒，管你活了3000年还是3万年，想拿我炼药，那就看你牙扣够不够硬，别崩了一嘴碎牙还要喊疼。去他妈的血脉，去他妈的老祖，这就是个老不死的变态！赤焰师合体！我大喝一声，赤焰师发出一声震天咆哮，身体化作一道流光撞入我的体内，同时九阳神火罩解体，化作一身金红色的战甲覆盖我全身。轰！我的头发变成了火焰，双眼喷射出蓝光，我的气息瞬间暴涨，直接冲破4级壁垒，硬生生顶到了5级门槛。哦，有点意思。林祖挑了挑眉，那双金色树瞳里终于多了一丝兴致，像是在看一只学会了直立行走的蚂蚁。哟，这小猫养得挺肥，正好，这味药引子我收了。触手袭来，我手中凝聚出一把40米长的冰火巨剑，给我斩！一剑挥出，红色的触手被齐刷刷斩断，掉进血池里化作黑烟。我背后张开一对火焰双翼，直接冲向空中的林祖。老东西，今天我就送你真升天！狂暴！林祖终于站了起来，他单手一压，整个地下空间的重力瞬间增加了100倍，我感觉像是一座山压在背上，冲锋的势头戛然而止，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砸出一个大坑。这就是实力的差距，他是活了3000年的怪物，我只是个刚觉醒几天的蛊虫。蝼蚁终究是蝼蚁。林祖顺移到我面前，一脚踩在我的胸口，咔嚓，胸骨碎裂的声音。把神性和精血交出来吧。他弯下腰，枯瘦的手抓向我的天灵盖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笑了，嘴里全是血，但我笑得很开心。老东西，你听说过自爆吗？林祖脸色一变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要阴阳合一吗？我给你。我逆转了体内的功法，冰与火2种截然不同的能量在我的丹田里疯狂碰撞压缩，这是九阳神火罩里记载的禁术，天地同寿，以身为炉，引爆神格。不，你疯了，这样你会魂飞魄散。林祖惊恐地想要后退，晚了，我不仅抱着他的腿，还把所有的神识锁死在他身上，像块粘在他身上的牛皮糖。魂飞魄散就魂飞魄散。我咧开嘴，笑得无比灿烂，眼里闪烁着最后的光芒。爸，这辈子没好好孝顺您，这最后一程，女儿送您上天，不用找灵了。抱！轰！无法形容的爆炸，没有声音，因为声音已经被能量吞噬了。一道白光比太阳还要耀眼1万倍，在地下溶洞中绽放。林祖的惨叫声只持续了半秒，就被白光淹没。他引以为傲的3000年修为，在真正的神性自爆面前，脆得像张纸。整个地下空间瞬间坍塌，血池被蒸发，那些悬浮的尸体化为飞灰。我也感觉自己的意识在消散，身体已经没了，只剩下一缕残魂在白光中飘荡。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？挺暖和的，比上一世冻死强多了。结束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准备迎接彻底的虚无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那团爆炸的核心中突然飞出2道光芒，一道是红色的神炉，一道是蓝色的玉佩虚影。它们在爆炸中并没有损毁，反而因为林祖的死，吸收了他那庞大的能量。2件神器在空中交织融合，最后变成了一颗金蓝双色的心脏，那是世界之心。它缓缓飞到我那即将消散的残魂面前，直接钻了进去。咚！强有力的心跳声响起，周围崩塌的岩石停止了坠落，周遭的一切都停了下来。无数光点汇聚，重塑了我的肉身，不是凡胎，而是神体。我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并没有死，但我也不再是人了，我成了这件新神器的器灵，或者说这方天地的新主宰。林祖死了，但他布下的阵法还在运转，只不过现在阵眼的控制权在我手里。我看着头顶的岩层，目光穿透了厚厚的土层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极寒还在继续，幸存的人类在绝望中挣扎。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继续维持极寒，像林祖一样收割生命，成就我的大道。但我累了，这种吃人的游戏太无聊了，散了吧。我轻声说道，言出法随，一股无形的波动以我为中心，向全球扩散。天空中的厚重乌云开始消散，那颗久违的太阳终于露出了真容。虽然气温回升得很慢，但至少不再是必死的绝境。冰雪开始融化，但我却走不出去了。为了压制地底这个即将爆发的能量源，为了不让地球爆炸，我必须留在这里镇压。我要化身为新的封印。我缓缓坐下，周围的岩石自动汇聚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冰火王座。试验师也重生了，他趴在王座旁，变成了一尊威武的石像，陷入沉睡。这样也好。
我看着空荡荡的地宫，嘴角勾起一抹释然的笑。不用再勾心斗角，不用再抢夺物资，我就是这地下的女王，永恒、孤独但自由。300年后，新的人类文明在废墟上重建。关于那个冰火末世的记载已经变成了传说。一支探险队无意中炸开了通往地底的入口，他们惊讶地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地下宫殿。那个年轻的队长举着火把，颤抖着走到大殿中央。他看到了一座宏伟的王座，王座上坐着一个栩栩如生的冰雕少女，她闭着眼，神情冷漠而高贵，脚边趴着一只红色的狮子石像。天哪，这是古代文明的女王吗？太美了！队长忍不住伸出手，想要触碰少女手中的那颗双色宝石。别碰！身后的老向导大喊：传说这是镇压魔鬼的神女，唤醒她，世界会再次毁灭。队长犹豫了一下，贪婪战胜了理智。什么神女魔鬼？这宝石一看就值连城。他的手指触碰到了宝石，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，少女身上的冰层裂开了一道缝隙，那一双紧闭了300年的眼睛缓缓睁开，金蓝色的光芒流转。她看着面前惊恐的少年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的微笑吓得所有人心脏狂跳。早安，新的蛊虫们！轰！地底传